王的爆发到底有多可怕？前代赤红之王加举都王权爆发，达摩克里斯剑坠落，直接将神奈川县轰没了，70万人跟着陪葬。而这一代的赤之王周方尊马上也要面临这样的下场，害怕自己毁灭一切的恐惧和多多良的死亡让他夜不能寐。势力换上便装，光顾出云的酒吧，虽然处于对立阵营，但同为组织二把手，两人私下的关系其实很好。势力点了杯超量红豆沙的马丁尼，和出云谈起了他的王。赤之王的威斯曼偏差值已经濒临极限，一旦彻底失控，加剧都陨坑的悲剧将再次重演，到时候整个东京都会被炸得灰飞烟灭。出云当然也知道，但是又能怎么办？在监狱里至少有市长看着，能让他安心睡个好觉，不至于担心自己失控把周围烧了。比起当王，尊其实更适合成为在草原上肆意奔跑的狮子。临走前，势力注意到吧台上奇怪的摆设，那是多多良的东西。他们的相遇还要从8年前说起，当时尊还不是留着背头的赤色之王，不耐烦的在酒吧里躲一直黏着他要当他小弟的多多良。不过出云很快接到消息，说多多良被人揍进了医院。出云吓唬多多良，要是再在尊哥身边待着，迟早会出大事。跟随强者有时并不能给他带来安全。尊哥问他是谁干的，多多良不说，反而胆子大到让尊哥给他挠痒。尊哥赏了他一拳，转身走了。出云无奈，这小孩未免有点不知天高地厚。多多良没心没肺的表示总会有办法的，他下定决心要成为尊哥的家臣，并笃定拥有王者气量的尊哥绝对会成为了不起的大人物。事实证明，多多良看人很准。5年后，周防尊成为了赤之王，聚集而来的信徒和无休止的干架让他压力很大，生怕自己也会失控烧毁一切。而多多良还是那句总会有办法的，没什么好怕的，毕竟他可是王啊！他的力量不是为了破坏，而是为了守护而存在。3个月前，多多良还在这间酒吧里和八田学滑板，被出云大骂了一顿。明明不擅长打架，但他却能自然而然地融入到废物罗这群暴力分子之中，就像是驯兽师一样。多多良喜欢尝试新鲜事物，说自己2天前买到一台古董相机，自己到手会拍照给他们看。安娜缠着多多良让他唱歌，吉他和歌声回荡在这间酒吧，大家安静地簇拥着多多良，就连尊都露出了微笑。直到1周之前，八田和出云在天台上发现了倒在血泊中的多多良，他最后的遗言仍是那句总会有办法的。根据多多良的录像，费武罗开始全程搜捕杀害多多良的无色之王，最后查到了名为伊佐纳社的高中生身上。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的小白突然变成杀人凶手，身边还多了个只要发现他是恶人就立刻咔了他的不定时炸弹。寻找自己不在场证明的途中，却又意外发现了自己衣柜里带血的校服，这让原本坚信自己没有杀人的小白对自己产生了怀疑。他明明存在，但又好像不存在。同学们都记得他却没有出现在任何一张照片里。烟花店门口，由于小白小纸条写的太过潦草，小黑要打电话和局里确认要买的东西，却没想到遭到了猫女的强烈反对。他不想让小黑打电话，却又说不出原因，最后逃避似的变成猫一溜烟跑走了。小黑莫名其妙还是打通局里电话后递给了小白，然而局里却说自己根本不认识小白。小白懵了，他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。他又打电话回老家，希望又能明确的告诉自己他就是伊佐纳社没错，但是电话那头响起的却是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的电子音。事情变得不对劲起来，小黑跟着小白坐上了回老家的电车。然而小白记忆中老家的地方矗立着一座体育场，他真的是伊佐纳社吗？那个生活在平凡家庭里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高中生真的存在吗？小白其实早有这种预感，他总是回忆不起来之前发生过的琐事。他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立场说自己不是杀人凶手了，就连他自己都不再相信自己。小白转头问小黑，你要杀了我吗？小黑做出拔刀的姿势，小白闭上眼睛准备受死，但是到最后小黑只是打开了前主的录音机。比起小白，他唯一相信的只有前主的遗言，前主让他明辨是非，他就会遵循到底，他不会放弃寻求真相，让事情这么草率的结束。小白笑了，然而还没等他说点什么，体育场的聚光灯突然大开，Zepter 4不知何时已经将这里团团围住。这里带着青之氏族拔刀迎战，双方之间气氛剑拔弩张。然而只听见一声猫叫，场景突然急速变换，他们居然莫名其妙的出现在了繁华的商业街上，来往的人群隔开了对峙的双方。猫女趁机拽起小白就跑，突然变换的场景造成了 Zepter 4成员的短暂混乱。不过势力很快就发现这一切都是幻觉，立刻挥刀阻断了想要趁乱逃走的2人一毛。小黑挥退小白，独自对上势力。然而还没等2人过几个回合，幻境开始逐渐崩溃。星之王的达摩克里斯剑悬浮在空中，总向李斯踏出一步。猫的幻境彻底崩溃，他们又回到了体育场上。猫女的存在被发现，身为圈外者，她能以自己为中心，将力量扩散至特定范围，同时对置身其中的人介入并操控其感官认知。但是在王的面前还是有点不够看。小黑放倒门口守卫，让小白先逃，他负责拦下市长。市长一眼认出
小黑的刀是前代无色之王三轮一言的爱刀李，于是让小黑拔出刀和他打。总想李斯有多厉害，他单手只用刀鞘就将最厉害的黑犬摁在地上暴锤，即使完全不是对手，小黑也不愿意放弃。几个回合下来，被师长撂倒在地，一脚踩住后背，问他目前的主子是不是小白。位居第7位，王权中最弱的无色之王，其存在本身虽然不算强大，却能左右诸王之间的实力均衡。换言之，也就是他最应该提防的鬼牌。而小白就是取代三轮成为新任无色之王的人，非善非恶，模糊不明。只要维持这种懵懂的状态，就能让黑犬一直随时左右。要欺瞒他和周围的人，简直易如反掌。或许他们都被小白的欺骗了。小黑不可置否，小白确实装疯卖傻，一开口也尽是扯谎。但是他已经答应过前主要明辨是非，所以在他没有看清楚之前，禁止任何人对小白动手。体育场的灯光突然暗了下来，本来逃走的小白复又折返，他还是做不到抛下同伴独自逃走。小白的身体突然散发出耀眼的白光，一把巨大的白色长剑从他的手中升到半空，小白的力量喷涌而出，和师长相撞在一起。小黑趁机爬起，给师长一拳后拔腿就跑，小白的身影随后也如幻影消散了。原来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猫女的幻象，即使强如青之王也被小白给忽悠了一顿。在幻境的掩护下，小黑成功逃脱和小白会合。小白夸赞着猫女的能力果然厉害，而猫女所拥有的操纵认知的特异能力，不仅能让人幻听幻视，甚至连人的记忆都能篡改。它能给人灌输虚假的记忆，让初次见面的人深信彼此熟识许久。也就是说，小白经历过的一切都是猫女给他灌输的虚假记忆，而他的能力具有范围局限。这也就是局里为什么隔着电话就不认识小白，而且8天也没能从局里口中问出小白是谁的原因。得知了一切都是猫女搞的鬼，但小白并没有因此怪罪惴惴不安的少女，只是希望她能治好自己的失忆症，这样就能让小黑知道他到底是不是邪恶之王。他已经不愿意再拖延躲避下去了，不管他过去是什么人，做过什么事，是不是真的杀了多多良，现在的他都有义务去承担。在小白的请求下，猫女只好解除了小白身上他所有施过的术，于是时光倒回，事情的真相渐渐浮出水面。猫女在没有遇上小白之前，只是一只流浪猫，她躲在学院岛的体育仓库里休息，小白就这样砸穿屋顶从天而降。猫女原本非常害怕，但小白并没有像其他人类一样驱赶她，于是猫女对小白一见钟情。那天正是多多良被杀的当晚，被当众表白的居里听到动静来到体育仓库查看，正好和小白撞了个正着。失去记忆的小白在猫女的记忆篡改之下，给自己取名叫伊佐纳舍，而居里也受此影响，自然将小白当成了熟识的同学。这就是猫女遇到小白最早时期的记忆，也就是说，伊佐纳舍这个人是在1周前才诞生，怪不得他没有学校终端，学生资料里也没有任何资料。在两人相遇之前，小白到底是谁，猫女无从得知，而小白唯一能记起的就是自己被一个长发帅哥从高空扔了下去。